朋友们，大家好。回到德国之后呢，我发现呢，并不是我得了什么流感，而是我的花粉过敏症这段时期还没有过去。因为往年大概是6月下旬、6月底肯定是过去了，但是今年呢，可能又往後延了幾天。所以現在我特別明顯的花粉症的症狀就是流鼻涕、打噴嚏、眼睛有點癢，我的嗓音也是變的。所以這是典型的我的花粉過敏症，希望呢再過幾天就完全過去了。還有一個好處呢，就是我們至少是科隆這裡啊，終於沒有那麼熱了。據說今後幾天可能天氣會又慢慢熱起來。我看了我們科隆的氣溫，最高下個禮拜可能會達到33度、34度，晚上呢可能還有17度左右。如果真的這樣的話，晚上是可以睡覺的，不用空調。所以看吧，而且現在呀，我真的想買那個空調，特別想買那個美的免安裝分體式空調，但是全德國都缺貨，最高現在還要3000多美元，也就是要28000人民幣左右一台，在國內就是2000塊人民幣，甚至1600左右，在這裡要賣到2-3萬，可以說吧，這個空調在德國對德國人來說，目前好的空調簡直呢是奢侈品，而且沒有貨。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補貨啊，所以我每天或者定時會觀察，一有貨我就會買。即使夏天過去了，我先囤貨，明年夏天還會來呀，對不對？因為目前看來，全球變暖應該是實際存在的，明年可能還會像今年這麼熱，甚至呢比今年還要熱。這是目前德國的情況。據說呀，有的人安裝了空調，就是安裝了這款美的的分體式免安裝空調，因為德國人不懂啊，不知道有這種那麼先進的產品呀。有一個中國人是華人，也是在德國的，他就買了這樣一台，然後呢，熱的時候前幾天真的是把那個外機把它掛在那個他的窗台外面，他被舉報了，被舉報，然後呢，房東就跟他說了啊，叫他一定要把它拆下來。他說你遇到了大麻煩、大問題。這個華人、這個中國人不懂有什麼問題，因為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我安裝空調是我自己的問題啊，與你有什麼關係？況且呢，雖然我是租客，但是我自己出錢呢，對吧？但是那個德國的房東就是說，你遇到了大麻煩，如果你不拆，你就會遇到更大的麻煩。然後這個中國人在他的信箱裡面發現一封警告信，是這個房東寫的，因為呢這是書面的證明，所以他要寫一封信啊，不僅是口頭的警告，還有書面的警告，要他一定要拆下來，而且要恢復原樣。後來呢，這個中國人拿到這封信之後哭笑不得，然後呢他找一個時間拿着這封信親自呢拍了照，那個空調的，還有說明說這是沒有打孔的，你的牆沒有做任何的改變，怎麼樣，跑到房東那個地方去說明。這時候呢，他房東才明白，哦，竟然有這麼好的產品。他說，那如果是沒有其他人反對，你就可以繼續掛在那個地方。甚至呢，房屋管理處現在呢跟這個中國人套近乎了，問他這款空調是哪個地方買的，把那個鏈接給我啊，等等。房屋管理處現在也想買這樣一台，我估計呢，那個老房東也許某一天也想買呢。這是後續我不知道呀，反正整個故事就是這樣。因為這個中國人呢，自己買了那種免安裝的分體式空調，然後呢被他的房東真的寫信警告，說他有大麻煩，也就是會告到法院去。如果他不把這個空調拆下來的話。你看，這就是德國。因為我上2期已經說過了，在德國安裝空調是多麼的麻煩。我們大部分德國人呢，沒有空調自由，不可能實現空調自由。一個是特別的那個貴，因為一台空調在德國一般來說啊，分體式空調要2000到3000歐元。如果不信的話，你可以問豆包，也可以問那個外國的、美國的 ChatGPT。分體式空調，如果是簡易的移動空調，有200到400歐元的，它是放在那個室內，然後呢，散熱的那個東西也是在一個
所以呢，這散熱很難散出去，要通過空的管子，大概直徑10公分的，從室內把它引出來，這樣的制冷效果沒有分体式空調那麼好。這大概是我知道的德國的情況，是絕對千真萬確的啊，就是很難實現空調自由，不可能有空調自由。一個是因為太貴了，2、3千歐元一台分体式空調，對吧？就一個人1個月的收入，然後各種法律法規太多了，打洞你是不能打的啊。如果你打了，你把整個房子它的環保啊、保暖那個級別把它破壞了、降低了，那可能你因為打一個洞，會給整個房子造成非常大的損失，而這個損失呢，你是不得不為它買單的啊。也就是說，也可能到時耗資幾萬歐元、幾十萬歐元都有可能，看你的房子的價值怎麼樣。所以這風險非常非常的大，就因為一個小小的空調那麼麻煩。我相信啊，如果你是不懂得德國的法律法規，或者是歐洲國外的法律法規，你會吃大虧的啊。好的。今天我們還要講另外一個話題，那就是我認為啊，中國人對比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中國人實在太善良了。我認為呢，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為什麼這麼說呢？當然與我在國外數十年的生活經歷有關。因為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所以我覺得我是最有說服力的啊。今天偶然啊刷到一個抖音視頻。視頻的那個博主是一位美國人，美國一個帥哥，一個青年人啊，他在我們中國廣西騎行，自行車的騎行，一個人。當時呢是在廣西河池來賓一個村子裡面，農村。他騎的時候可能口渴了，然後呢問村民有沒有水，一個老奶奶舀了一瓢水來給他，然後呢美國小哥就把他的水呢倒進他的那個礦泉水瓶去。這時候呢，這個老奶奶問了他一句話，老奶奶大概70多歲，因為是廣西人，廣西農村的，所以她的普通話特別的不標準。那個老奶奶問他，她說：“你餓了嗎？你想吃飯嗎？”其實按照我的理解，對我們廣西文化的理解啊，我100%的確定，我1000%的確定，這個老奶奶肯定是覺得這個小哥騎車那麼辛苦，餓了就免費想給那個東西給他吃。絕對不會收費，沒有這個想法的啊。那個小哥沒有聽懂，然後呢，旁邊呢有個話外音，估計呢是這個老人的兒子或者是孫子，他因為年輕一點嘛，所以講的普通話就更好一些。他的那個兒子或者孫子就說：“問你啊，你是不是餓了？你想吃東西嗎？”這個美國人終於聽懂了，他說：“我有點餓了，我想吃一點東西。”老奶奶說：“我們家的東西不多了。”但是呢，我可以幫你煮，是真的專門幫這小哥煮東西給他吃啊。這個小哥就蠻感動的，就坐下來了。然後畫面就切換到有個爺爺，估計是這個奶奶的那個老公，他在切豬肉，然後呢，這個奶奶在洗青菜，之後呢，幫他炒了一些新鮮的豬肉啊，還有蔬菜。小哥說特別的好吃。那個老爺爺問他：“你是哪國人啊？從哪裡來？”小哥說：“我是外國人，我是美國人。”開始那個老爺爺沒有注意聽，只知道他是外國人，然後又問了一次：“你是從哪個國家的？”然後那個小哥說：“我是美國人。”說的特別的清楚。這時候呢，那個老爺爺聽懂了：“哦，你是美國人啊，怎麼樣？”然後小哥說：“如果你今後呢，去我們美國，歡迎到我家去，我煮給你吃。”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客套話呀。我相信99.9%的可能性，這個老爺爺是沒有機會去美國的，因為美國使館大概率啊不會給這個廣西老人簽證。而且第二個，即使他去了，倒是你這個美國小哥真的會煮飯給這個中國老人吃嗎？我有點懷疑，50%的可能性吧。當然這是一種客套話，也許或是比較可能，這個小哥到時呢也會邀請這個老人呢去他家裡面，然後提供那個飯菜等等。你好，裡面有雞腿，是吧？喝水，你說？可以，哦，可以，謝謝。我來。來電肉。沒關係，謝謝。還有飯你吃嗎？是吧？
还有饭呢？还有饭？你还吃不吃？要吃饭吗？可以啊，吃一点点。吃一点点没有菜不？吃一点点练蔬菜也可以。可以。练蔬菜。但是不想麻煩你。我不怕，饿了就吃一点。好，谢谢你。那你坐起来吧。好的。坐呗。好的。He's actually they're making. 谢谢你。谢谢你们在给我做饭。你老家在哪里？我老家在外国，在美国。哦，外国。对。那个国家？美国。美国。对。你是美国人。对。下次你可以来美国，来我家吃，我请你吃饭。老了，不能了。70多岁了。差不多80岁了。我79。哇，你一辈子住在这里吗？哇，你出生了在这个小镇。哇，之前这里很窮嗎？对的。对。很穷哦。很窮。以前沒通車，沒有公路。沒有路。現在剛剛有路。這個蔬菜是你們自己種的。這個挺好吃。謝謝你們。你們在哪裡學普通話？他們是電視上的，自學的。你自學的？對，因為你們不表示。他們那時候還沒有普通話。對，你們出生的時候沒有普通話。你們還說比我好。我給你們這個茶葉，送給你們。後來那個美國小哥就說我要走了，繼續往前趕路了，然後他們就告別了啊。在路上，這個美國小哥特別的感慨地說，他說他覺得中國人特別好，特別熱情，然後你看這裡的風景也非常的漂亮，而且他說其實看見那麼善良的村民，他們的微笑讓我感到特別的起勁，他們的友好，他們的熱情好客，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糧食一樣。好，我繼續去，是不是要幫助我？留在放這裡，留在。OK， 非常開心認識你們。拜拜，謝謝你。Just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getting fed delicious food. Look where I am biking right now, and like more than anything, just how fucking kind those people are. Like when you're biking and you're alone for so long, like the smile of a stranger can mean so much. It's like food for your soul. It makes your lonely feeling go away. Just when you feel like you can get like warmth from just the strangers around you. It's like it keeps you going. And it's not everywhere that is like that, dude. Like there's a lot of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people don't smile at you by default. So to just look up at somebody in some random street and they give you this big smile, like it fucking means a lot, you know? Damn, no. 我相信呢，這個小哥說的是他的真心話，因為我相信他所到之處啊，不管是在廣西也好，還是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好，遇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絕對熱情好客的啊，提供各種免費的東西給他，不僅是免費的給水給他喝，給他飯吃，給他米粉吃，可能會送一些投餵一些水果啊之類的，對不對？全部都是免費的。只要他不去旅遊區，我相信大部分居民還有村民都是絕對善良的，會免費提供各種各樣的待遇，所以讓這個美國小哥特別的感慨。加上呢，廣西的風景又非常的漂亮，所以他特別的享受在廣西的騎行。說到廣西啊，雖然我自己也是廣西人，有點為廣西打廣告的嫌疑啊，但是呢，並不是這樣啊。真正的情況就是廣西人在全國各省份當中比起來，廣西人是最熱情好客的省區之一。特別是你在農村啊，不管你走到哪裡，不管你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還是本國人啊，只要你到了某個村，你說我渴了或者我餓了，可以說95%的可能性會有村民告訴你啊，沒關係，如果是夏天的話，你來我家喝碗粥吧。這個粥啊是我們廣西必備的啊，從早到晚夏天絕對是有粥在家裡的。城市也一樣，喝粥是我們廣西人的習慣，不是說我們吃不起大米飯，而是呢廣西太熱了，所以喝粥比較能夠解渴，因為它是流食，可以很快的吃下去。對啊，可以給你喝一碗粥幾碗粥，反正能讓你吃飽，
如果你在工程，工程人很可能会说没關係，我就打油茶給你喝吧。在工程啊，背後的意思就是說還有粥給你喝，還有菜給你吃，也許還有飯給你吃。這油茶是一種口頭語，就是我可以讓你邀請你在我們家吃飯的意思。打油茶給你吃，真的是客套話，我們工程特有的特色。所以我覺得我們廣西人呢是絕對非常熱情好客的一個省區，跟可能全國其他的比如說一線城市是不太一樣的。如果一線城市像我這樣到比如說某個大城市去，我對那個居民說我餓了，可是人家會非常奇怪的看着我，以為我有病呢，對不对？但是在廣西，只要你進入某個村，你說你餓了，絕對是餓不着你，還有渴不着你的，絕對有給你吃給你喝，還有也許會給一些我們當季的那水果給你，而且是免費的，這些都是免費的，就像這個小哥一樣。所以呢，在廣西普通的村民沒有什麼崇洋媚外這個心理，他看見你是外地人，不管你是外國人還是那個本國的外地人，絕對不會讓你口渴，不會讓你餓肚子。所以我看到這個視頻之後呢，讓我非常的感慨中國人的善良，不僅是廣西人，而是上升到整個中華民族啊，中國人。因為我知道在其他省份，越往邊緣的地方，當地人就越熱情好客，這可能是一種全球普遍的現象吧。所以越富裕的地方，人情的冷暖就越顯得不可描述，對吧？就是大家變得特別的陌生。但是如果是你到經濟欠發達的地方，到農村，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或者說這個距離感就沒有那麼遠，沒有那麼疏離，人與人之間沒有那麼設防的意思吧，人家更熱情好客。然後呢，我就想到德國的情況，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對吧？所以我們中國人來到德國之後，絕對不能把中國那套照搬到德國來。別以為我們中國人熱情好客，來到德國之後，他們與我們中國一樣熱情好客，絕對不可能。至少你不認識他的時候不可能。在德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來過德國，我相信呢，在德國待過一段時間的人會同意我說的啊。在德國，你會看到很多地方屋前，不管你是城市還是農村，有塊地，或者是有棟房子，有花園，在那個屋前，可能你會經常看到有塊告示牌、警告牌，私人領地，然後呢，小字禁止入內，然後呢，還可能寫得更清楚，如果你真的不經過允許你進來了，相當於侵犯我的那個私人領地，所有的那個後果自負啊，或者說到時呢會面臨提告的風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特別是西方國家，他們特別注重私人財產，另外一個就是隱私了。那麼如果你沒有經過業主或者房主的同意，私自進入他的花園，比如說我來到德國之後，我看見那個人啊，因為現在夏天了嘛，所有的那個植物都綠起来了，花特別漂亮，所以呢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呢我要想走近一點啊，去拿着我的手機去拍照等等，对不對？我們很多人可能是自我的反應啊，就自我的動作，因為在中國很多人這樣做，所以呢這個想法呢就搬到德國來了，就也這樣做，但大錯特錯。特別是有一塊那個警告牌，私人領地的地方，你擅自就進去了，那你這時候呢，如果那個屋主在家，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也許他突然跑出來，氣汹汹的警告你滾出去。如果是稍微友好一點的那個房主，會問你，你來這裡幹什麼？也許沒有笑臉啊，特別嚴肅啊，問你來這裡幹嘛？然後呢，你首先最好的解救的方法是向他說對不起，你說你不知道這裡的規則怎麼樣，還誇讚他說你的花園打理的實在太漂亮了，我忍不住，所以呢我就進來了，我想拍照怎麼樣。還有一個，如果你不小心把他的房子也拍下來了，你這時候就面臨了更大的風險。如果是你不刪掉它，或者你上傳到互聯網上去，偶然呢被這個主人看到了，也許他真的會警告你，也許呢會寫信給律師，然後律師呢會發函給你，那你遇到麻煩就更大。我不是嚇唬你啊，在德國真的是這樣。
私人領地是絕對不能侵犯的。這不僅是德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採用英美法律體系的國家，包括它的殖民地，都是這樣的。就私人這個財產啊，還有這個隱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管你到了哪個國家，你出國之後，你看見人家的花草再漂亮的，你得忍住你自己的好奇心，不經過允許，不要拍照，也不要擅自闖入人家的領地。甚至呢，在德國，我還發現有的警示牌更誇張，上面呢還畫了那個手槍，也就是有槍支的。什麼意思呢？如果你擅自進入那個領地，也許會面臨人家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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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風險。也就是如果那個主人開槍，他是不用負法律風險的，因為警示牌已經寫清楚了，擅自進入後果自負。所以你進入人家領地，目的呢沒有惡意，沒有任何一點惡意，你只不过想更好的欣賞他家的花花草草，但是最後的結局嚴重的話，也許你的小命都會丟掉。這就是中國和外國的區別。我相信呢，在美國也一樣的，與德國一樣，凡是寫明私人領地的地方，你都得小心。甚至呢，在德國是這樣，那個私人領地某人的那個房前，他沒有任何的警示，你還是進去了。但是這時候，如果是那個主人警告你，你再不出去，他也是可以採取法律措施的啊。凡是私人的東西，你就不能夠隨便亂動去侵犯它。還有在德國，還有一種德國人呢很不好的一種習慣，那就是特別多的退休老人。因為他無所事事啊，不像中國退休老人生活那麼豐富多彩，有跳廣場舞的，有那個打太極拳的，有寫書法的等等，有上老年大學的。但是德國老人呢，一般沒有集體活動，那麼很多人就待在家裡什麼都不幹，很多老人連上網都不會，用智能手機也不會。那麼他們從早到晚有一個非常喜歡幹的事兒，這種破事啊，就是他站在那個窗子後面啊，監視樓下或是對面你的鄰居一舉一動，一發現不對，就像朝陽群眾一樣舉報，打電話給警察，或者呢就是警告你怎麼樣，他親自跑出來批評你罵你。真的像這種在窗子後面監視的老人，這種朝陽群眾在德國是非常普遍的。我在德國30多年了，除了特別好的朋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德國人熱情的邀請過我進他的花園去看什麼什麼東西，更沒有任何德國人，不管是朋友同學也好，真正的邀請過我去他家吃飯去喝酒，或者我經過某個地方某個村子，我說渴了有沒有水，我餓了有沒有人提供食物給我。在德國我可以告訴大家，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但是我覺得這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中國人那麼善良啊，也可能就是因為這文化的原因，他們特別的注重自我，也特別有邊界感，是這樣說吧。反正我在德國30多年，從來沒有像這個美國騎行小哥在我們廣西那種待遇，沒有。即使你餓死了，你不說，你不乞討，人家不會主動的問你餓不餓，也不會主動，絕對不會專門煮給你吃。這我可以告訴大家，絕對不會。而且如果你到某人家裡去啊，不是特別親的親戚朋友，即使吃飯的點兒，他在吃飯，你餓了，他也不會邀請你，不會問你餓了嗎？在我們家吃點東西吧，一般不會，他就管他的。從我們中國人這樣想啊，就覺得不可思議，對不對？但在德國一般是不會的，在其他國家也差不多。比如說在那個古巴也不會管你的飯，在美國也不會，巴西也不會，因為我剛去了這2個國家，所以我覺得我是有話語權的啊。反正說來說去呢，我在德國30多年，不管在德國在國外吧，30多年，真正的人家給我免費幫我煮的，給我喝的，
我真的沒有遇到過，在任何個村子，德國的也好，還是其他國家我去旅遊的時候也好，真的沒有遇到過。非洲也沒有，美洲也沒有，歐洲更沒有。而且我認為啊，這與一個國家的或者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程度也有很大的關係。經濟越發達，收入越高的地方，那些人對外人就更冷漠，就這樣子。所以呢，在德國，像這個小哥在中國那種待遇，在德國我可以告訴大家，發生的幾率幾乎為0。人與人之間有距離感，另外一個呢，私有財產分得特別的明細，還有這隱私也是特別注重的，所以各種因素疊加嘛，一個是他們文化原因，另外一個就是所謂剛才說的這原因了，導致了在德國人與人之間這個距離感太強了，另外一個呢，防備心理也特別的重，還有人與人之間沒有中國人那種發自內心的那種熱情好客，我也可以說發自內心的那種善良，我認為呢，只有中國人是比較明顯的，也許其他國家還有，但是呢，目前我沒有碰到，我只在我們華人的地方，特別是在我們中國內地，我遇到過。所以呢，今天有感而發，看了這個美國小哥發的視頻之後，他讚嘆中國人太熱情好客了，所以呢，我有感而發，然後結合我在國外幾十年的這個情況，真的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所以呢，我最後還是說，對比起来，中國人實在太善良了。好了，我不知道看咱們頻道的有沒有在海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你所在那個國家和地區，他們呢對外地人怎麼樣？不能因為你是老外，比如說在一些可能窮的國家，你是老外就有一些特權啊，就是对比他們當地的文化，你們覺得中國人相對來說是最善良的嗎？當然，有一些非洲國家可能他們也非常的善良，對中國人也非常的善良，但是他們有中国人那麼善良嗎？所以呢，歡迎你們呢在評論區告訴大家你在當地的經歷啊。好的，那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